这是一起对英国司法影响深远的凶案。在法庭上，控方证人影帝般的演技骗过了所有人，人们相信了他的证词。法官和陪审团仅用了40分钟便将嫌疑人定罪。直到3年后，在相同的地方出现了新的受害者，才让这桩旧案再次受到关注。但此时的凶手早已伏法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述的瑞灵顿公寓藏尸事件。诺丁山位于伦敦西区，在英国最大的皇家公园海德公园的西北方向。虽然地名中有个山字，但这里却没有山。这里是一个世界各地居民混居的区域。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。1953年3月，在诺丁山瑞灵顿广场街的10号公寓，3楼的租客在1楼厨房的壁龛中发现了3具尸体，这可把他吓坏了，他赶紧报了警。10号公寓建于19世纪70年代，当时正处于投机时期，很多建筑存在偷工减料的问题，10号公寓便是其中之一。这是一栋联排公寓，公寓共有3层，每个单元每层1户，每户都是一室一厅。凶案的发生地在最右侧单元的1楼，1楼和2楼的楼梯间都有一个面积不大的厨房，3楼的公寓则没有厨房。这里的生活条件很差，公寓内的住户共用一个室外厕所，没有淋浴间。这里靠近伦敦地铁大都会线，噪音十分严重。房东为了招揽租客，只能将租金一降再降，因此居住在这里的居民大多收入微薄。警方接到报案后，快速来到现场，发现尸体的是3楼的租客布朗。他看1楼空着，于是便来到楼梯间的厨房准备收拾一下，这样在下一个租客到来之前就可以无偿使用，这才发现了尸体。3具尸体藏在墙体的壁龛里，并用墙纸覆盖着。3名受害者均为女性，死亡时间在1到3个月，死因都是机械性窒息。蹊跷的是，10号公寓在3年前就在藏尸地点相同单元的3楼还发生过另一起凶案，但那起凶案已经结案，凶手也早已伏法。警方隐约觉得2起案件可能存在某种联系，于是对整栋公寓进行了搜查。搜查结果令人震惊，除了壁龛中的3具尸体外，警方还在1楼的后花园中发现了另外2具女性的尸体。此外，在1楼客厅的地板下还藏着1具女性的尸体，而这位受害者正是前租客约翰·克里斯蒂的妻子辛普森。因此警方迅速锁定了嫌疑人辛普森的丈夫约翰·克里斯蒂。约翰·克里斯蒂1899年4月8日出生于英国约克郡西区的哈里法克斯，家里有7个孩子，他排行第6。父亲是当地一名地毯设计师，平时不善言辞，对孩子们非常严厉，常常会因为一点小事惩罚他们。约翰从小就很聪明，并且对一切事物充满好奇心。在他11岁的时候，获得了哈里法克斯中学的奖学金。在这里，他对数学、历史和木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但这一切因为一件事而改变。约翰发现自己没有其他男性的功能，这让约翰陷入了自我否定。1916年9月，约翰应征入伍。2年后，他所在的队伍被派往法国。约翰在部队中担任信号员。在一次任务中，约翰受了重伤。后来的3年，约翰一直在养伤。1919年，约翰从军中退役，并于第2年的5月10号与埃塞尔·辛普森在哈利法克斯登记结婚。当时他在当地从事邮递员的工作，不过婚后2人并不幸福，他们经常因为生活琐事争吵不休。在此期间，约翰还因为盗窃而坐牢。1924年，约翰和妻子分居，他再次进入部队。这次他参加了空军，但入伍不到1年的时间，约翰便因身体原因离开了部队。1933年11月1日，约翰再次因汽车盗窃罪被捕入狱。第2年，约翰刑满释放。这一次，警方通知了他的妻子辛普森。出狱后10年没见的2人再次见面，他们达成了和解，又重新生活在一起。1937年，约翰和妻子搬到了伦敦西区诺丁山瑞灵顿广场街的10号公寓。
来到伦敦西区后，约翰申请加入了战备警察。由于他之前的从军经历，约翰被录用了，并分配到哈罗路警察局工作。在这里，约翰认识了一个名叫琼斯的女子。琼斯的丈夫也是一名军人，常年不在家，两人快速发展成恋人关系，并一直持续到1943年。这一年，琼斯的丈夫从部队回来，两人因此结束了关系。在和琼斯分开后不久，约翰非常失落，于是决定找点乐子。1943年8月，约翰在伦敦的一家酒吧内认识了21岁的酒吧女郎露丝。8月24日，趁着妻子回家探亲，他邀请露丝来到家中进行了交易。之后，约翰使用一根绳子结束了露丝年轻的生命。起初，约翰将露丝的尸体藏在了客厅的地板下，但后来想了想，这样不行。于是，在第二天深夜，他将露丝的尸体埋在了公寓的后花园。第二天，他若无其事地继续上班，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。不久之后，他便辞去了警局的工作，并在阿克顿的一家电子厂找了一份文职工作。在这里，他认识了同事伊迪，对方患有支气管炎，经常会咳嗽不止。约翰告诉伊迪，他曾在军中行医，对治疗支气管炎很有研究。1944年10月7日，约翰邀请伊迪来到家中，在这里他给伊迪进行了雾化治疗，其实就是家中的煤气。伊迪很快陷入昏迷，和之前一样，约翰杀害了伊迪，并将他埋在了后花园。在这之后不久，约翰再次更换了工作，这一次他的工作是一名邮政职员。1948年，公寓的3楼迎来了新的租客，24岁的提莫西·埃文斯和他的妻子贝尔。提莫西·埃文斯1924年出生于英国南部的威尔士格拉摩根。在他刚刚出生的时候，父亲就抛弃了他的母亲，并重新组建了家庭。他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莫琳。埃文斯从小由母亲抚养长大。在他8岁的时候，埃文斯的右脚长了油状结核，由于没钱看病，他的右脚长时间没有痊愈，并且影响了他的发育。成年后的埃文斯存在严重的阅读障碍，他的识字能力很差，无法阅读冗长的文件资料。此外，埃文斯的性格也存在问题，他经常会编造一些不属于自己的故事来提高自己，爱说谎的陋习一直持续到他成年。也是因为喜欢说谎，他在和警方和法官沟通时，让对方无法相信他的言辞。在埃文斯上学期间，他在煤厂做过短暂的兼职，不过由于他的右脚有问题，他不得不辞去那里的工作。不久后，埃文斯回到伦敦和母亲一起生活。1946年，他和母亲搬到了诺丁山的圣马克路。第二年，埃文斯在一次朋友聚会中认识了贝尔，两人一见钟情，不久后便结婚了。起初，两人和埃文斯的母亲住在一起。半年后，贝尔怀孕了。埃文斯觉得将来孩子出生后还和母亲住在一起不太方便，便和母亲商量后决定，他和妻子贝尔搬到了附近的瑞灵顿10号公寓。这里到母亲家步行只需要2分钟。一方面这里房租便宜，另一方面也方便和母亲彼此照顾。搬进公寓的夫妻两人很快便结识了1楼的邻居约翰。约翰热情好客，并告知两人生活上如果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找他。夫妻两人对眼前这位温文尔雅的邻居充满好感，很快两家人就成了朋友。1948年10月10日，埃文斯的大女儿杰拉尔丁出生了。但女儿的出生并没有给两人带来多少快乐，相反，让本来入不敷出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。两人也经常因琐事争吵，周围的街坊都能听到两人吵架的声音。埃文斯十分厌恶贝尔的生活习惯，贝尔则很讨厌埃文斯酗酒，两人长期处于破产状态，生活过得十分拮据。就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贝尔再次怀孕了。他们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放弃这个孩子，但在当时的英国这样做是非法的。不过此时好心的邻居约翰出现了，他告诉埃文斯夫妇，他曾在部队从事过医疗方面的工作，他愿意帮忙做手术。约翰还给埃文斯展示了他家中收藏的关于医疗方面的书籍。埃文斯夫妇非常信任这位好心的邻居。
1949年11月8日清晨，埃文斯像往常一样出门上班。出门前，他将妻子贝尔交给了约翰。等到埃文斯下班回家时，却被约翰告知手术失败，贝尔死了。看到躺在床上的贝尔，埃文斯不知所措。一旁的约翰告诉他，自己可以帮忙处理贝尔的尸体，并安排一对夫妇照顾他的女儿杰拉尔丁。埃文斯听从了约翰的建议，还在约翰的安排下离开了伦敦，前往威尔士投靠亲戚，暂时躲避。几周后，备受煎熬的埃文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，他走进了威尔士当地的警察局，并承认自己杀死了妻子。在审讯中，埃文斯的口供前言不搭后语，他告诉警方，因为私自手术失败导致妻子死亡，事后将妻子的尸体丢在了10号公寓旁的下水道里。根据埃文斯的描述，警方前往他所说的下水道寻找尸体，但什么也没有找到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下水道的井盖需要3名警员合力才能移开。之后，埃文斯又改口说是邻居约翰帮的忙。之所以第一次没有提到约翰，原因是他不想打扰好邻居的生活。但事情有了变化，他曾向约翰打听女儿的下落，可对方却拒绝让他见女儿，所以才说出了实情。1949年12月2日，警方对10号公寓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搜查。这一次，警方终于在后花园的洗衣房里发现了贝尔的尸体，他被包裹在一块桌布里。更重要的是，一起被发现的还有他们的女儿杰拉尔丁的尸体，两人的死因均为机械性窒息。由于埃文斯在审讯中谎话连篇，这让警方加深了对他的怀疑。不久后，埃文斯被正式移交到伦敦警方手中。这是他在柏林顿站被2名身材魁梧的警员推下车时的照片。可以看出，当时的埃文斯目光呆滞。他被带往了诺丁山警察局。埃文斯被单独监禁了2天，随后针对埃文斯的审讯再次开始。在审讯期间，他被告知女儿已经被杀害。当警方问到他是否对妻女的死亡负责时，埃文斯的回答是肯定的。最终审讯的结果是，埃文斯承认了他因为债务问题杀害了妻子贝尔以及女儿杰拉尔丁。最后，埃文斯签署了3份供词。但此时没有人注意到，埃文斯听到女儿已经不在时沮丧的表情。1950年1月1日，针对提莫西·埃文斯的审判开始了。根据当时的法律，埃文斯只因谋杀女儿杰拉尔丁而受审，关于谋杀妻子贝尔的证据只是被提了出来。这次庭审一共持续了3天。约翰和他的妻子辛普森则作为控方的关键证人出庭作证。在庭审中，约翰否认了自己曾提出要帮助埃文斯夫妇，并提供了有关埃文斯夫妇2人争吵的相关证据。此外，约翰的妻子辛普森也出庭为丈夫做了不在场证明。虽然约翰之前的犯罪记录在庭审中被辩方律师提出，但控方律师则指出，出狱后的约翰早已改过自新，而且他曾在警察部门担任过警员，因此证词的可信度极高。在庭审过程中，约翰思维敏捷，逻辑清晰，给陪审团留下了不错的印象。陪审团相信没有人会自告奋勇地为他人做违法的事情。相反，埃文斯则谎话连篇，并且动机明显。他说是邻居帮忙，一定是在故意攀咬。加之很多关键证据被忽略，庭审过程对埃文斯极为不利。为期3天的庭审结束后，陪审团和法官仅用了40分钟就做出了决定，判处提莫西·埃文斯死刑。1950年2月20号，埃文斯的上诉被驳回，并于3月9日在本顿维尔监狱被执行死刑。另一方面，由于在庭审过程中，约翰之前的犯罪记录被当众揭露，导致约翰失去了在邮局的工作。之后，他在伦敦当地一家运输公司找到了工作。1950年6月12日，10号公寓的3楼来了新的租客，那是一位来自西印度的移民布朗。布朗的脾气火爆，经常和约翰夫妇2人起冲突。约翰为此找了个律师，并成功地限制了布朗的活动范围。布朗被禁止去10号公寓的后花园。约翰这么做的目的，其实是因为他怕之前藏在后花园的骸骨被发现。
在此期间，约翰夫妇两人也经常争吵不休，原因是约翰之前曾答应妻子赚钱以后为她改善居住环境，但夫妻两人长期入不敷出，约翰根本无法实现诺言。1952年12月14日清晨，再一次的吵架让约翰忍无可忍，他对妻子下了手。之后，约翰将辛普森的尸体藏在了客厅的地板下。随后，约翰从公司离职，并告诉周围的人，妻子去了谢菲尔德探亲。他变卖了妻子的结婚戒指、手表以及一些衣物。在杀害妻子辛普森后，约翰彻底没了约束。他在1953年1月19日到3月6日期间，先后邀请了3名酒吧女郎到家中，用扼颈的方式杀害她们，并将尸体藏在厨房的壁龛中。约翰自知他作恶多端，迟早会被发现。1953年3月20日，约翰以欺诈的手段将他的公寓转租给了乔治夫妇。他们刚来伦敦不久，急需落脚的地方。得到现金的约翰迅速离开了10号公寓。当天晚上，房东来公寓收租，但发现公寓内居住的并不是约翰夫妇。房东对乔治夫妇下了逐客令，并让他们在第二天早上必须搬走。3月24日，3楼的布朗在收拾厨房时发现了壁龛中的尸体，就是影片开头的一幕。随着辛普森尸体被发现，约翰成为头号嫌疑人，并且此时的约翰已经失踪。随后，警方开始在全市范围内追捕约翰，而离开公寓后的约翰则去了国王十字区的罗顿楼。在这里，他使用真实信息租了一个房间。1周后，约翰在泰晤士河的普特尼桥上被托马斯警官发现并逮捕了他。面对审讯，起初约翰只承认了厨房的3具尸体以及他的妻子是他所为。约翰告诉警方，在杀死妻子辛普森以后，他在1月19到3月6日期间先后邀请了马洛尼、丽塔、麦克伦南来到10号公寓，并用扼颈的方式杀害了他们，随后将3人的尸体藏在厨房的壁龛中，并贴上了墙纸。起初，他否认了后花园的2具尸体与他有关，但最终还是承认了罪行。约翰还承认他谋杀了艾文斯的妻子贝尔，但他否认杀死了艾文斯的女儿杰拉尔丁。也就是说，约翰在10号公寓共计杀害了7名女性：1943年21岁女孩露丝，1944年前公司女同事伊迪，1949年埃文斯的妻子贝尔，1952年约翰自己的妻子辛普森，以及1953年的马洛尼、丽塔、麦克伦南3名女孩。在很久之后，警方终于承认约翰杀害杰拉尔丁的可能性高于艾文斯本人。1953年6月22日，针对约翰克里斯蒂的审判开始了。在庭审中，约翰的辩护律师以精神错乱为由为约翰进行辩护，并称他像3月的兔子一样疯狂，对事情的记忆力极差。随后，皇家监狱心理博士为约翰做了心理评估，结论是约翰的确存在歇斯底里的性格，但他的精神状态是正常的。法官和陪审团最终裁定约翰克里斯蒂有罪，并判处死刑。同年7月2日，埃文斯的母亲写信给约翰，并祈求他可以坦白一切。他从始至终都不相信儿子埃文斯会做出那样的事。1953年7月15日，约翰克里斯蒂被执行死刑。由于瑞灵顿广场10号公寓藏尸案在当时影响极大，许多媒体记者在艾文斯案中发现了诸多疑点。这些疑点在警方审讯艾文斯时被忽略了。首先是洗衣间的钥匙，只有约翰的妻子有。当时警方搜查现场时，有2名工人愿意作证说，在案发期间他们一直在洗衣间工作，当时的洗衣间并没有尸体，但最终2人没有出庭作证。还有，在洗衣间发现贝尔和杰拉尔丁尸体时，警方还在后花园发现了一根疑似人类的腿骨，但这个线索没有被提及。另外，埃文斯第一次得知女儿杰拉尔丁的死讯时，他震惊的表情没有人觉得奇怪。埃文斯不知道作案过程，不知道尸体在哪儿，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已经不在人世，都被认为是他在说谎。
在约翰·克里斯蒂伏法后，伦敦当地的一些知名记者和媒体对此案格外关注，他们呼吁废除死刑，但最高法院法官丹尼尔指出，埃文斯谋杀妻子贝尔的可能性高于约翰。不过至于他们的女儿杰拉尔丁，他持有不同的观点。他认为埃文斯可能没有杀害自己的女儿，这一观点与之前的审判结果截然不同。1968年，在埃文斯被执行的17年后，埃文斯得到了皇家赦免，他的遗体从本顿维尔监狱被挖出，被重新埋在了伦敦东部的圣帕特里克公墓。1969年12月18日，英国废除极刑。在此后的很多年里，仍然有很多人为埃文斯洗脱罪名而努力。终于在2004年，也就是埃文斯被执行后的53年，埃文斯终于被高级法院法官裁定，他的妻子贝尔和女儿杰拉尔丁的谋杀案中属于无辜者。柯林斯法官在裁决中说道，人们都普遍的正确地认为对提莫西·埃文斯的定罪存在严重的问题，摆在我们面前的证据和材料让我相信提莫西·埃文斯确实是无辜的，因此我完全认同提莫西·埃文斯必须被视为无罪。